我的未婚夫羚羊王带回来了一个明艳美丽的女子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羚羊王高高在上惯了，竟将那女子带到我面前，让我照顾她。他凭什么觉得我这辈子非他不嫁，还可为他和那女子垫石铺路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齐牧和一个女子在边关军营互许终身的时候，我正在绣我们大婚要穿的婚服。兄长在信中让我切莫自乱了阵脚。关于他们的信，我收了不下50封。从他们的相识、相知、相恋，我怕是比齐牧本人都要更清楚些。哪怕齐牧是我的未婚夫，但我也没有什么感觉。毕竟，只要齐牧一日是羚羊王，我就永远是羚羊王妃。再收到消息，就是齐牧已经将女子带回了临渊城，并且在城里给那女子置办了一处华丽的宅子。我带着春桃去了那处宅子，拿出玉佩的时候，门口守着的小厮满脸惊恐，看到玉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我是未来的羚羊王妃，我爹是镇国将军，我兄长是威猛少将军。我的身份让他伸出的手也只敢伸一半，他不敢拦我。我长出几口气，平复了自己的心情，缓步踏进这处一步一风景的宅院。看得出来，齐牧用了心来置办这宅子的，也难为他了。身在边关，还要吩咐下人改造这处宅子，想来是为了博美人欢好。还没进到院子里，就听到了欢声笑语。春桃脸色难看地看着我：“姑娘，您没事吧？”我早就知道，身为皇家儿媳以后要面对什么，只是没想到还没有成婚，就要先经历这么一遭，心情属实不会愉快。我刚要提步进到宅子里，齐牧带着小厮出来，看到我，齐牧的脸色变了变。楚嫣，我矮了矮身，行了个礼。殿下。齐牧往后看了一眼，又转过头来看着我：“你都知道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是。齐牧毫无任何的愧疚之意，只淡淡点了点头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以后江宁就托你照顾着吧。待本王迎娶你之后，宁儿也是会进王府的。想起爹爹和兄长的教诲，皇家的媳妇一定要有容人之量。皇上有意立齐牧为太子，一步踏错，整个将军府都会陪葬。我忍下心头的难堪，默默点了点头。好，本王身为王爷，肯定多有不便。这段时日，江宁就交给你了。我一口气差点喘不上来，我到底要多脓包，才让齐牧觉得我这般好欺负？想起临渊城里的传闻，世人皆传我对齐牧情根深重，此生非齐牧不嫁。想必是这些传言给了他这莫名的自信。我突然很想撂挑子不干了，什么狗屁的王妃！我楚嫣不受这气了，但我没说话，只是注视着齐牧离开的背影。齐牧离开，将宅子和宅子里的人尽数交给了我，让我替他照顾好他的相好的。待齐牧离开，我憋屈的直喘气。齐牧前日就回来了，这几日一直都待在这。父兄筹谋半生，就是为了送我坐上皇后之位，不值当为了这些事情生气。我要有容人之量，只有做了皇后，我的抱负才能够悉数实现，我才能为天下女子争取更多。安排了几人照看好江宁，查看了吃食和人员，还有宅子。齐牧给了我很多银子，让我照看好江宁，我一一照做。但我没有见江宁，主要是我还没有想好怎么面对他。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后，浑浑噩噩地回了将军府，将自己关在府里了整整2日。爹爹和兄长在边关，祖母和母亲的身子不好，我勒令春桃今日的事情
不准讲出去。春桃替我委屈的直哭，我倒是不觉得委屈，只是累了，休息会儿。第3日，春桃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，姑娘，江宁姑娘出事了。我脑门跳了跳，连忙提着裙摆朝着梦园去。刚进到宅子，就看到管家要出去，看到我，管家立刻跪了下来：“姑娘，您可来了。”江宁姑娘偷跑出去，还受了伤。我心下一惊，可有事？管家连忙道：“正昏迷着，已经去请大夫了。若是被齐木知道江宁受伤，难保他不会在朝堂为难父兄。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江宁惨白着小脸躺在床上，一副清秀淡雅的模样，虽称不上倾国倾城，但到底算是个秀丽美人。不知是用什么迷得齐木不惜在军营那种地方，还是要和他在一起，想必是有他的过人之处吧。大夫看到我，朝我拱了拱手：“姑娘。”我微微点头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这位姑娘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惊吓过度，所以晕了过去。我放下心来，查看了她的伤口，她微眯着眼睛，不是很清醒，软软的小手握着我的手：“你是仙女妖？你是来带我回家的吗？”我竟有些心疼。兄长的信里说，这女子来自很远的地方，无父无母，又没有朋友。我拍拍她的手，轻轻哄着：“你乖乖养伤，等你好了以后就能回家了。”她嘤嘤嘤地哭了起来，不甚清醒地起身，埋在我怀里哭了起来。我无奈，只能轻拍着她的背，一下又一下地哄着，哄好她。春桃说我对她太仁慈了，我淡淡微笑：她总不会越过我去。若是羚羊王真的要她不要我，那我又何必非要在羚羊王身上吊死呢？你说是吧？春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桌上放着些纸张，上面零零散散地画了些话，像是弓箭，但又好像比弓箭的杀伤力更大些。我在桌上用手轻轻扣了扣，春桃立刻叫来伺候江宁的下人：“这些是什么东西？”下人抬眸看了一眼：“这些都是江姑娘画的，说是杀伤力很大的武器。”我勾了勾唇，开始重新审视江宁的价值。若是能够为我所用，我看着熟睡中的江宁，心下有了主意，将今日照顾江姑娘的所有人带到院子中来。两男两女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：“姑娘饶命！是江姑娘趁我们不注意偷跑出去的。我早听说江宁是个爱玩爱闹的性子，不然也不会特意挑了好几个会武功的看管她了，各赏30大板，再有下次自己去羚羊王府领罚。”4人连忙跪下磕头：“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”我端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们挨打，剩下的下人大气不敢出的在一边看着。没一会儿，几人的身下就渗出血来。“住手！你们怎么可以打人？”一声娇俏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抬眸就看到江宁面色苍白地跑了过来。动手的小厮看了看我，我挥了挥手，众人又接着打。我淡淡然地看着他：“你醒了。”江宁3步走到我面前来：“你为什么要打他们？他们犯了什么错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”我不知他是明知故问还是什么，怎么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些话来的。那4个挨打的下人只是抬眸，却并未因江宁的求情而对他有丝毫的感激之意。我赏了药，他们千恩万谢地被抬回了下人房，平退所有的下人。春桃将江宁扶回屋子里，我提步欲走，江宁伸手来拉我，似是闻到了我的味道：“你是刚刚照顾我的仙女姐姐？”我摆摆手：“我不是什么仙女姐姐，我叫楚嫣，齐木的未婚妻，未来的羚羊王妃。”江宁顿了顿，一张脸刷得变白。齐木说：“
说他未来只会有我一个人。我不知该说他单纯，还是说他好骗。我是堂堂镇国将军的嫡女，我父兄手握20万楚家军，齐穆除非是不想做太子了，不然也绝不会放弃我，和一个不知来历的小姑娘在一起的。我笑了笑，我不知齐穆允诺过你什么，但你要知道，我父亲是一品君侯镇国将军，我的背后是20万楚家军。江宁猛地坐在了床榻上，所以你和齐穆是强强联合，你们不只是你们的结合，还是皇家和军方的结合。我微微一笑，倒也算是上道。是。江宁顿了瞬，我以为一生一世一双人很容易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不知怎么回答他。父亲对母亲那般好，房里都还是有2个没有子嗣的姨娘。兄长那么不近女色，嫂子还是给兄长收了一个房，带去了边关。江宁口中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于我而言，准确的来说，于我大领的姑娘而言，肯定会有，只是我知道的世家大族里甚少。他们为何会挨打？我直言不讳地告诉江宁，因为你偷跑出去，受了伤，受了惊吓，对他们来说，那30大板是罚，却也是赏。江宁喃喃了2句，打他们竟是赏。我看着他什么都不懂的样子，齐穆就是喜欢他像白开水一般妖，也是和我这种时时刻刻算计着的。江宁这样白开水一样的人，确实让齐穆心动。我不愿和他交恶，他对我来说还有用。只淡淡地道，因为他们将你放了出去，没有保护好你。若是你有个什么3长2短，他们只能陪葬。江宁瑟缩了一下，抬眸看我时，竟似有泪光。你说他们会死，是因为我是，所以我对他们的既是罚也是赏，因为我留了他们一条命。江宁久久不愿多言，只呆呆地看着我。他好像不懂，他的身上为何无缘无故的就背上了这么多的命。我起身，所以姑娘以后做事三思而行，不能全凭个人好恶。江宁猛地起身，你不生气妖？我像是用尽了很大的力气，我毕竟抢了你的夫君。我笑了，笑他傻，生气什么？你只是出现的时间早了一些，就算没有你，也可能会有李宁、陈宁、刘宁。我要是说我并不知道齐穆有未婚妻，你会相信我妖？我摆摆手，无妨，有没有都不是你能够决定的。若是殿下来了，你记得第2日让他们给你熬避子药。若是有了孩子，我这个正妃还未入府，于我于王爷于你都不算的一件好事。江宁的脸猛地红了，扭捏着，我没有和齐穆那个。我并不想多听，只是点点头，随便吧，你自己注意就好。皇家的人最忌被人抓住把柄，若是外室有了子嗣，多少人会参王爷，就算有了孩子也是留不住的。说完，我直接离开。江宁追了出来，遥遥地喊了我一声，我以后可以去找你吗？我不回答。刚到门口，王府的管家递了封帖子来给我，王爷说希望姑娘能将江姑娘带去宴会。我点点头，回去告诉王爷，我会的。春桃在马车上气得不行，姑娘，殿下也太欺人太甚了。我揉了揉眉心，他只是想要借着我的名头，让江宁在一众世家贵女中有几分薄面。看样子，哪怕是入了王府，一个小小的通房妾室，怕是殿下不会同意的。春桃默了默，难道许是要封太子了？以殿下现在的重视程度，怕是太子侧妃也可能。姑娘，您就这么忍了？我看着车帘外的世界，想起了有一年边关稳定，皇上特许娘亲带着我去边关过年，那皑皑白雪，
望不到头的雪地，将士们在靴子底插刀，在冰上飞一般的玩耍。那里的山带着白雪，真好看啊！天空也一望无际的，不忍又能如何呢？全哥刚刚2岁，父兄在边关用命给我们拼下了这么安逸的生活，不过是这么点委屈，我不忍又能如何？得罪了齐穆，全哥怎么办？将军府怎么办？父兄怎么办？楚家的外族亲戚们又怎么办？长公主举办的踏春宴，不少世家小姐和公子们都在。我带着江宁一到宴会，多少人都带着看好戏的样子看着我，更有人嘲讽我，我成了整个大岭的笑话。但是我为了将军府，还是什么都只得忍下来。丞相府的小姐历来和我不对付，当然也因为她曾经也是陵阳王妃的候选之一，只是最后婚约到了我的头上。要我说呀，还是将军府大气，这都被人踩到头上来了，还是这般面不改色的。我微微一笑，将军府确实大气，毕竟将军在辽阔的边关，看的是宽阔的天地，自和困又在成绩的不一样。话锋一转，我接着道：你说，若是陵阳王知道自己被人这般编排，是否还会和我一样这般轻声细语的言说呢？李知慧的脸色变了变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我带着江宁端坐在一旁，江宁扯了扯我的袖子，小声道：谢谢。我扯回自己的袖子，他说的是我将军府，身为将军府的女儿，怎可让人说我将军府半句不是？江宁嗫嚅了2声，但是都是因为我呀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不用放在心上。长公主带着郡主姗姗来迟，今日的宴会算是长公主为名扬郡主及名气的时候。众人行礼，江宁行得有些不伦不类。长公主眼尾淡淡瞥了一眼，我忙起身：长公主殿下见谅，江姑娘来自边关，是以很多规矩还在学习，请长公主恕罪。长公主摆摆手，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任人挑选后作诗。我随意地拿了一个，只见上面写了一个家字，我将字缓缓折起，放在桌子上。江宁的眸光瞬间变得亮亮的，我只觉有些不安。长公主在上手摸了摸，想必都有了，可有谁愿意第一个？郡主要压轴，大家既怕自己的越了名扬郡主去，又怕失了面子，这个分寸一定要拿捏好。好在我将军府历来以武夫自居，待会我推脱做不出，倒也不会有什么。一个不注意，江宁已经起身走了出去，我心中的不安达到了顶点。我猛地想起兄长曾说过，江宁是个大才，但一直被齐穆压着。兄长也千叮咛万嘱咐地说，切不可让江宁太过出风头了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长公主的脸色一变，有些难看。这首诗通俗易懂，平仄整齐，席上众人的表情都变了变。但这是在大岭，一首背井离乡的诗词，应景了江宁的心境。但皇室的人最是多疑，难免不会觉得江宁是在隐饰皇家治理不严，所以那么多人才需要背井离乡。江宁得意地接受着众人赞扬的目光，眼看他张嘴又要说话，我看向案桌，硬生生地将自己的手指在案桌上硬刮了一下，血瞬时流了出来。春桃惊呼：姑娘，您这手是怎么了？我忙抬起手来，看向长公主。江宁的注意力被我吸引了过来。长公主恕罪，昨日我非要给娘亲炖鸡汤，不慎伤了手，这又出血了。容臣女去后面处理一下。长公主不悦地点点头。我看向江宁：江姑娘，诗已经做完了，劳驾你帮我看看。江宁缓步退下，
我庆幸对江宁表现出的善意，没让他在这会子忤逆我，不然他是齐木带回来的，又被我带到席上的。出了事，齐木和我一个都跑不脱。不过一个小小的伤口，一离开水泄就干了。江宁看向我，姐姐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我叹了口气，江宁，听我兄长说，你很会作诗。江宁连连点头，是的，出口成章，能做3000首呢。我有些讶异，但多年的素养让我面上没有什么表情。那你可知，为何你做的诗从未传到临渊城来过？江宁挠了挠头，小孩子的憨态尽显。我耳力极好，正好听到了有人过来的声音，想要阻止江宁说话，已然是来不及了。就是啊，我也不懂为什么，齐木也没有告诉过我。放肆！你怎可直呼陵阳王的名讳？我眼看着长公主一巴掌打在了江宁的脸上，忙扯着江宁跪在了地上。长公主殿下恕罪，在边关时，王爷没告知江姑娘真实身份，想来是江姑娘刚刚作诗，想起了边关的时日，一时嘴快才说了出来。本宫好心过来看你的手，竟听见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。楚嫣，你真当本宫会将区区一个不知来历的女子放在心上？臣女不敢。我又扯了扯江宁，江宁早就被长公主出手时，身后跟着的黑甲五卫的刀下到了，白着脸低着头，草民不敢。长公主冷哼了一声，怎么，大廪让你背井离乡了？所以你对大廪这般的不满？江宁抿着唇，不知长公主的话是何意，连忙摇头，不是，这里很富饶，草民很喜欢，乐不思蜀了。只是想想自己老了以后回家乡，怕是都没人认识了，不由得伤感，久久的没有声音。我和江宁抬头，长公主已经不知何时离开了。身为皇室的公主，我的小把戏怎么可能逃得过长公主的慧眼？一旦江宁被其余人盯上，我如今和她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她被盯上与我无异。江宁捂着有些红肿的脸，若是刚刚我点点头，若是刚刚你回嘴了，你不过是一介平民，顶撞皇族，长公主就算将你斩杀在此，陵阳王也不会说什么。江宁哇地哭出声来，我一把捂住她的嘴，闭上你的嘴，要哭也给我回去哭去。我向长公主告了退。长公主本就有些不悦江宁抢了明阳郡主的风头，正在找不中，确实不愿意看到我们。上了马车，我命车夫走到了僻静处，看着江宁，看你憋得久了，若是想哭，那就哭吧。江宁抽抽搭搭地开始哭，我捧着本书看，压根没有管他。过了许久，江宁的声音淡了下来，我将晾凉的茶端了过去，江宁一饮而尽。谢谢。我敲了敲车壁，马车又缓缓地行了起来。你刚刚是故意弄破自己的手，不想让我作诗的是吗？我刚想回答，好似是走到了街上。我撩开帘子，只一眼就放下了帘子。春桃，去城墙处。江宁还在等我讲话，我看了他一眼，马上你就会知道原因了。我不管你在军中是如何和殿下相处的，但你要知道，你现在在临渊城，皇城脚下，处处是杀机，你是殿下领回来的，如今是我带着你，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将军府和殿下，谨言慎行，知道吗？江宁低着头，哦。一路到了城墙处，我带着江宁走到城墙上。江宁看着城墙下浩浩荡荡的身穿裘衣的人，大大小小，还有几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孩，这些人是废太子的家眷。江宁抿着唇，想必不用我多说，他也知道废太子的事情，
去年齐穆和大哥赶回来，废太子逼宫，事情浩浩荡荡地处理了整整1年，直到今日才将剩下的人流放。3岁识字，7岁出口成章，10岁大谈治国之治，12岁创建了大岭第1支火枪队，研制炸药。江宁抬眸看我，他是不是也是突然就会这些了？我看向江宁，这本是密心。废太子的母妃本是新者库的罪奴，是皇上酒醉后宠幸有的。皇上只觉得这个孩子是耻辱，从来没有管过。但那年江州水患，粮食不够吃，有很多家中尚有余粮的也上街和难民抢吃的。皇上无奈，却又想不到破解之法。彼时将3岁不到4岁的废太子，在皇上经过的路上，只一句：“父皇，江州的粮食问题，儿臣有一解，只要让施粥的官员在粥上放上麸皮即可。”只一句，也就这么一句。废太子大放异彩，但我是听说过，3岁前废太子连话都说不完整，不慎落水后就仿佛变了个小孩一般，成了神童。你怎么知道？江宁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姐姐，谢谢你。我看着废太子的家眷，他也心太大，不过19岁就敢仗着自己的功绩逼宫。皇上是如何在夺嫡之路上杀出来的？若是没有点手段，怎么稳坐皇位？过会早夭，殿下是在帮你藏风。若是真的被歹人得知了，你还有命在腰。你和殿下惺惺相惜，我不多言。但若是你一直一意孤行，我绝不可能拿着我将军府给你陪葬。你好自为之。说完，我直接转身就要离开。江宁猛地拉住我的手：“姐姐，我若是不做殿下的外室，是不是也可以的？”我不语，这是你和殿下的事，你不用来告诉我。江宁见我要走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那若是我离开殿下，姐姐，我会帮助将军府的，你能不能收留我？我勾唇冷笑，不过是些小恩小惠，就这么轻巧地得了他。与我将军府以后是莫大的益处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一路回到马车上，江宁都只是握着我的手。我们回去说好不好？这又太过于谨慎了，谨慎的过分了。但我还是依他了。直到进了屋，江宁才说话。我从没有说过我喜欢殿下的话，来这边也是因为殿下说这边很好玩，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。我不知道这里会这么危险，殿下有意难你进府，你知道吗？江宁点点头，一开始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我这样的叫外室是妖，对，但是殿下答应过我的，不会勉强我做不喜欢的事情。若是我和殿下说通了，姐姐能不能收留我？我垂着眸子不说话。江宁言行举止实在是太过于离经叛道，什么都不懂。将他接进将军府，就像在将军府埋了颗火药，随时将我将军府炸得什么都不剩。我突然有些后悔，自己是不是太急切，让他看出端倪来了。江宁看我面带犹豫，连忙道：“姐姐，我一定会听话的，以后没有你的吩咐，我一定什么都不做，你只要保住我的小命就好。”为什么是我？江宁含着热泪，因为我来这里其实好几年了，去过羌川、大理，最后在边关遇到了殿下。大家都只对我说的那些新奇的玩意儿感兴趣，包括殿下，我还是不懂。那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只有姐姐教我如何在这里活着，就这么简单。江宁点点头，是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一开始也以为在这里活着很简单，但这么多年了，活着是真的很难，尤其是在这阶级感如此森严的古代。一句话掉脑袋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我自诩聪明，又有各种手艺傍身，拼命地展露自己的光芒，但好像
这些除了给我带来名声，带给我更多的则是莫名其妙的杀机。我点点头，这倒是。所以姐姐是同意了要我站起身，等你说服了殿下再说吧。江宁像是生怕我丢下她，连忙跑到我面前，姐姐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1年后，将军府，反正我一定会护着你的。我顿了顿，1年后将军府会怎么样？江宁忙摇头，不怎么样，我会护着你，护着将军府的。我只以为江宁是在说笑，没想到不过2日，齐木来找我，说江宁离开了，说让我以后不用去那个宅子了。他的神情淡淡，我一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奇异的女子。第4日，我出门还没上马车，就听见了一阵欢快的声音，姐姐。我扭头过去，声音有些耳熟，看着判若两人的江宁，她身上的那股子气质还是让我第一眼就认出了她。你怎么来了？江宁的脸变了些，她会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多，我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姐姐不是说可以收留我吗？我摆了摆手，今日怕是不好出门了，你跟我进来吧。安顿好江宁，她就像在我身后的小尾巴，时刻跟着我。齐木主动来找我，江宁扮作我的表妹，非要和我一同去。看着江宁，齐木只是神色淡淡的看了一眼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楚嫣，你兄长最近可有寄信回来？我想起兄长的书信，正要点头，江宁却摔在了地上。我顾不得其他，只能寥寥几句，然后将齐木送走。回到房里，江宁死死地抓着我的手，姐姐，我知道你不信我，但是我是真的想对你好。王爷，你不要太相信他了。我一时百思不得其解，只是看着他。为什么？江宁默了默，你父兄的信，就算要给王爷看，也请你单独誊抄一份给他，别直接给他。看我有些犹豫，江宁握我的手越发的紧。姐姐，就信我这一次，拜托了，就这一次。其实不用他说，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将军府事大，父兄连练习的字帖什么的都是及时销毁，就怕有人循他们的字迹做出什么对将军府不利的事情来。所以哪怕到了现在，将军府里也没有关于父兄的字信。大婚之期临近，父兄的捷报一封一封地传到临渊城皇上的手中。江宁不缠着我时，就躲在屋里写写画画。今日收到父兄的家书，我捧着家书赶到父兄的书房，结果看到江宁从书房鬼鬼祟祟地走了出来。我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，江宁看到我，眸子一瞬间的慌乱。我忍下怒气，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心平气和。你在这里干嘛？江宁只是摇头。我正要发难，管家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。姑娘，禁卫军的人来了。我皱了皱眉头，可有说是何事？管家看着我，有些欲言又止，说是奉了皇上和陵阳王的命令，前来搜查老爷和少爷通敌的罪证。我一声怒喝，放肆！齐木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。楚嫣，你在说谁放肆？江宁站在了我身后，我忙扯着他跪了下来。殿下，父亲和兄长绝不可能会背叛大林，求殿下明鉴。齐木压根不理会我，只是对着身后的禁卫军统领招了招手。瞬间，所有的禁卫军包围了将军府，府内各种打杂哭喊传了出来。齐木带着统领去了书房，楚家所有人都被赶到了院子里。我第一次有些害怕，但看向江宁，发现他异常的平静。看见我看他，江宁握了握我的手，别担心，姐姐。不知怎地，我竟放下了心来。齐木怒气冲冲地从书房冲了出来，直接走到我面前来。东西呢？
我仰起头看他，殿下在说什么？臣女不明白。齐穆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，眼看就要动刑。皇上的口谕到了，说是找不到切实的证据，就是叛灭，命他们即刻返回。齐穆走时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众人放下心来，我扯着江宁回了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江宁从怀里递了些东西给我，几封信，还有父亲和兄长的印章。我慌忙扯开信封，只看了几封，我冷汗直冒，后怕不已。这时，江宁走到我旁边来：“姐姐，齐穆本就有意陷害将军和少将军，这些都是他带来的证据。”我看着那些略显熟悉的字迹，竟然都是我用于滕超父兄的书信单独学习的字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当初誊抄了书信，盖了印章给齐穆，他怕是以为这是将军和少将军写的。我捏着那些信，所以这是齐穆故意设的计了。江宁点了点头，是的，我今日也是特意去找这些书信的。我看向江宁，满脸的狐疑，你是怎么知道齐穆要对付将军府的？江宁脸色慌乱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当初跟在他身边的时候，偷听到的。你到底是怎么离开的齐穆？我一直很神秘，所以哪怕我走了，他也没太在意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总归是帮助了将军府。”我拍了拍他的手：“谢谢你。”江宁立刻扬起笑脸，从桌子下的暗格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我：“姐姐，你看看这些。”都是我画的一些武器的设计图，我觉得这些对将军府会有帮助的。我一页一页地翻着：弓弩、连发弩、三发弩、机械弩、炸药，这些是。江宁自豪地拍了拍胸口：“都是我画的，难怪齐穆当初不顾流言，也要把江宁带回来。这些东西若是能够问世，大岭的战力怕是提高数倍不止。江宁，若是让你去做这些，你能做出来妖？”江宁的眼睛亮晶晶的：“我可以吗？我看你们这里的姑娘都不怎么出门做事的，你可以让我去做事妖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可以，但是不能以你的名字做出去，可能会被分成各个司契局分部。没关系，只要可以做就好。”那行。我将军府里有密室，以后你就专心在将军府研究这些，有任何的需要，你就直接告诉春桃即可。好的，谢谢姐姐。我一时有些动容。你不怪我让你隐姓埋名，做出的功绩都不在自己名下妖，以后或许也没谁认识你。江宁莞尔一笑：“我不过和姐姐一样，姐姐都能做，我为何不能？大林以男子为尊，但谁说女子就做不了事？我在城里开了学堂和女学，学堂收男子，女学里却满是女子。女学里不只学认字，还教生存技能、园艺、厨艺、刺绣，甚至是骑马、射箭、打仗，让各个女子有傍身之才。想的就是有朝一日，也要让这天下的男人看看，我们女子做的不会比男子差。我筹谋了数年，甚至建立了大岭第一暗卫机构——暗星阁。我是暗星阁的阁主。暗星阁内不仅是第一情报机构，更是第一杀手机构。只是这些都是瞒着齐穆的，我总要有点能力，才能在齐穆的眼里有所价值，让他知道我做太子妃的价值。江宁对于各类武器这么的精通，我一定要将他牢牢地抓在手里，为我所用。春桃走了进来：“姑娘。”江姑娘已经在密室开始研制了，她吩咐我将这个给您。春桃说完，递过来一本书，上面是些什么麻辣烫的制作方法，还有什么奶茶火锅，这些是什么？江姑娘说：“姑娘的女学教导女子傍身之计，这些您可以安排人去尝试，然后拿出去售卖，
也能成为傍身之计。我点点头，好，江姑娘那边有任何需要，都要想方设法的满足。还有衣食住行，皆照着我的规格来，切莫委屈了江姑娘。春桃点头，是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兰阳王从封地回来了，据说是给太后贺寿的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皇上现在就只余2个皇子了，一个陵阳王齐穆，一个兰阳王齐业。之前那一出，怕是齐穆搞的，他不只是针对齐业，还对我将军府下了手。我将军府功高盖主，齐穆担心拿捏不住我，干脆就舍了我。但他不该对我将军府下手。通敌叛国的罪名一旦落实，我将军府满门100多口皆要命丧皇权，他既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陵阳王齐穆的行踪都打听好了哟。春桃点头，打听好了，且这次还有个上好的机会，皇上命陵阳王剿除飞衡山的悍匪。我拍拍手，正好，不用我再费尽心思的想着了。漫山遍野的火将飞衡山烧了个彻底。齐穆一袭墨黑铠甲，满脸是血的站在山头前，眼底是蓬勃的喜色。此战后，他将名声大噪，东宫之位犹如探囊取物。我带着几十暗星阁的阁众，隐在山脚的丛林里，看着齐穆在山头哈哈大笑。阁主，现在动手妖！我看着齐穆，正要抬手下令他们射箭，春桃从后跑了过来。阁主，兰阳王在山脚带了多少人？不多，只有10几个侍卫来刺杀齐穆的。春桃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应该是太后一直有心让兰阳王做太子，但兰阳王这人不学无术，没有什么野心，所以不知道。我吩咐众人引到林子里，待齐穆到了山脚再看。众人点点头，而我迅速地盘算了一番，毕竟拿捏齐业可比拿捏齐穆要容易多了。齐穆带着剩余的兵士下到山脚，齐业看到齐穆时兴奋不已。三哥，齐穆淡淡然地瞥过齐业带来的侍卫，想来是觉得没有任何的威胁，眼底满是鄙夷。你来干嘛？臣弟来给皇祖母贺寿啊，带了好些礼物呢，臣弟带你去看看。说着，齐业就要伸手来拉齐穆，但摸到齐穆铠甲上的血，有些害怕地缩回了手。齐穆冷笑了一声，无用。话音刚落，齐业带的人竟突然对着齐穆的兵士发难，看那些功法，可一点都不像是普通的侍卫。齐业立刻大喊：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这可是本王的三哥，太后娘娘说一定要扫平兰阳王的上位之路。齐业愣住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双方鏖战，10几个侍卫和几十甚至上百的兵士打得难分难舍。有了落败之势，我挥了挥手，除了中间那白衣锦袍的齐业，所有人一个不留。是。暗夜阁的加入很快让局势发生了变化，齐穆很快倒在了血泊中，齐业蹲在地上瑟瑟发抖，看着满地的尸首。我从暗处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，暗夜阁的阁众在一旁处理着剩下的有气的，齐业在一边呆愣地看着我的到来。齐穆撑着重剑坐了起来，看着我的背影，你是谁？我缓缓取下脸上的面罩，看向齐穆，陵阳王殿下，别来无恙啊！齐穆的眼睛蓦地瞪得很大，楚嫣，竟然是你！我挑眉看着他。春桃命人在周边警戒，剩下的人去山上搜寻活口，顺便把山匪的尸体搬卸下来。今夜的事，只能是陵阳王和兰阳王遇上山匪，全军覆没。而兰阳王重伤昏迷，齐穆兀自不甘心。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不是爱我的吗？你不是爱，
若不是他有价值，我何至于此？他竟觉得我是爱他的，真是可笑之极。我将齐烨从地上拉了起来，递过去了一把长剑，让他握着，揽着他的胳膊，缓步靠近齐木。哎，殿下说的可真是好笑，我们之间有爱邀，你对我将军府下手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日的。齐木愣了愣，看向四周，仿佛明白了什么。是本王小看你了。我点点头，现在才知道，晚了些。齐烨握着剑的手在发抖，我从侧边握住他的手，看向齐木。齐烨，我是楚嫣姐姐，姐姐何时骗过你？只要刺一剑，楚嫣姐姐就可以同你在一起了。我靠近他的耳朵，声音蛊惑，又带着些许冷漠。你不是喜欢我邀？齐烨，我和齐木定亲的时候，齐烨还未到封地去，喝醉了冲进我闺房，让我同他私奔。若不是他太过于小家子气，我也不至于设下他寻了齐木。要知道，从小齐烨就一直很黏我，从小就说我会是他未来的媳妇。其实我也没做过什么，无非是看他没有母妃，对他好了些，送衣送食送药。他是三哥呀，是本王的三哥。楚嫣姐姐，他是我们的三哥呀。磨磨蹭蹭，我推了推齐烨的手肘，齐烨被我推了下，站立不稳，一个踉跄朝前扑去，长剑刺穿了齐木的胸膛。齐木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和齐烨，齐烨跪地痛哭：“三哥，三哥！”我缓步上前，合上了齐木的眼睛。齐烨浑身发抖地抱着我：“为什么？楚嫣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成了这样？我们曾经不是最好的妖，我任由他抱着，最好的哪有什么最好的？身在临渊城，天子脚下，一言一行，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皇子皇孙，我们不过是匍匐在他们脚下的蝼蚁。我父兄在边关铁血几十年，还是引得君王猜忌，我们有什么办法邀？没有。所以我一定要成为皇后，我要这大岭江山在我楚家的庇佑下万万年。陵阳王齐木灭匪有功，却惨遭悍匪毒手。兰阳王齐烨奋不顾身救回齐木的尸首，却重伤昏迷。离大婚只有1月了，老皇帝悲愤之下一病不起，赐了诏书，立兰阳王为太子。而我这个曾经的陵阳王妃，因着父兄的战功，一跃成为了太子妃。临近大婚换了个人，这在皇家来说，倒也算不得什么谈资。自那夜过后，齐烨和我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我自是知道他肯定会求娶我的。江宁做出了第1支弓弩，杀伤力比普通弓箭强上数倍不止。我命人给兄长传了信，兄长以要回来送我出嫁为由，上了封奏折，希望能回来一趟。父亲还在边关，老皇帝应允了。看着那弓弩，我知道兄长在想什么，但我们都并未戳破。我们从来没有妄想过大岭的江山，但守好护好，不被旁人夺去了，是我们共同的愿望。江宁看着我，姐姐，你们偷偷的留着不好邀。兄长带着弓弩去了宫里。我摇摇头，要是有朝一日被发现，将军府就是灭顶之灾，还不如以兄长的名义交出去。毕竟兄长一直在边关，有些什么武器精进，也不会引起怀疑。江宁虽然不懂这些，但还是很听我的话。我带着补品去看齐烨，还有半月我们就要成婚了。我到时，齐烨正在发脾气，不喝药，看到我，脸色变了变，背过身去。我平退所有的下人，坐在了床边，伸手去拍他的背。你在生我的气？齐烨冷哼了一声，本王竟不知楚嫣姐姐还有这等本事。她回过味儿来了，我让她亲手杀了齐木，我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了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他逍遥王的生活再也过不下去了，是我将他变成了手刃亲兄的恶人。我也没了哄人的态度，起身坐在了圈椅里。太子殿下既然知道，就该好好配合。齐烨猛地起身，你这个蛇蝎毒妇！我拍了拍手，多谢殿下夸奖。齐烨赤着脚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哪还有重伤的样子，恶狠狠地低头来吻我。我满嘴腥血，却没有反抗，承受了他的怒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衣衫被他揉皱了不少。楚嫣，本王不会再爱你，你既做了这些事，就该知道，就算你嫁给本王，也不会再得到本王的喜欢了。我舔了舔嘴角溢出的鲜血，我知道我并不奢求，好好养伤吧。半个月后就大婚了，准备出门，正好看到了一个小宫女端着药走进来。看到她，我和春桃都愣了愣，她竟然和我有5、6分相似。殿下，吃药了。齐烨呆呆地看了看她的脸，再看向我时，竟有些难过。我捏了捏手，那小宫女缓步退出门，春桃上前一步挡在了她面前。我踱步过去，捏住了她的下巴，细细端详了一番。和我像就算了，看起来比我会示弱得多，更主要的是，肯定比我纯洁得多，不会如我那般心狠手辣，就像曾经的我在齐烨心中的样子。春桃抽了匕首递给我，刀尖在小宫女的脸上游动。齐烨失控地喊了我一句：“楚嫣姐姐，你别这样。”刀尖渐渐渗出血珠来，小宫女满眼惊恐，呜咽出声。我一把捂住她的嘴：“嘘，别哭，吵得我头疼。”“谁送你来的？”齐烨像是反应了过来，“是太后送过来的。”我将匕首递给春桃，从怀中掏出锦帕，对着春桃使了个眼色。春桃拽着小宫女离开了。太后是要？我拍了拍手：“是的，你料想的不错。你从封地上来的一切都是个阴谋，时间怎么就恰恰好的是齐木剿匪的当天从山脚过，还有那些武功高强的侍卫，怕是太后早有心拿捏你了。”齐烨看向我：“那我怎么办？”我看着齐烨，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会觉得我将军府有谋逆之心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将军府比谁都想护好大廪。我楚家数代皆为保卫大廪丧命，要是我们有谋逆之心，早就动手了，不会等到现在。所以和我合作，还是和太后合作？齐烨愣了许久，许是想起了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族亲，才看向我：“和你。”春桃不知何时过来了，对着我点了点头，想必是那小宫女处理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帮助你的。还有，若是你真有心，就可以去看看我们楚家提携的那些大臣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官。齐烨点点头：“好，我会的。”只是没想到的是，大婚第2天，皇帝驾崩，我们脱下婚服就换上了校服。齐烨继位，太后气节，竟一病不起了。我只当了一夜太子妃，就成为了皇后，身着华服，和齐烨并肩坐着，等着继位大殿的开始。江宁，我保他一世荣华，只要他听话。齐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登上高位，像是生怕我离开一般，捏得紧紧的。楚嫣姐姐，我以后就只有你了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：“皇上，您该自称朕了。”我和齐烨站在高处睥睨众生，这就是我以后的日子了。齐烨在前朝处理政务，处理得焦头烂额，但好在我之前提携的官员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齐烨。齐烨似是渐渐地觉出我的好来，不再对我那么横眉冷对。我以雷霆之势迅速纳了10余位宫妃，若是齐烨聪明点，就该看出来，我纳的这些宫妃都是我女学的夫子和学生，他们心甘情愿地进宫，不过是因为我允诺了他们一些东西，一些在深闺中
甚至是嫁人后都不会得到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甘愿进了宫。我允诺了他们可以每日出宫，只要在宫门下药前回来即可。将军之女在教场教习，不过1年，令众士兵刮目相看。丞相之女一开始只在女学教学，后来声名远播，还被男子学堂专门聘请过去做了夫子。就连那7品小官的嫡女，在女学里教授绣艺，他们不再困囿在后宫，不再想着在皇上的宠爱下过活。相比起那虚无缥缈的宠爱，那些事业上带来的成就更令他们心驰神往，一个个的不争宠不说，巴不得皇上永远不想起他们才是。大家都有了可做的事，没人去齐烨的面前晃悠，齐烨无可奈何，竟屡屡朝我的朝阳宫跑。毕竟我只做大决策的事情，根本就不用像他们那样出去做事。朕竟不知，朕的宫妃们对朕的皇后比对朕要好上数倍不止。我一时无奈，殿下想多了，没有的事。齐烨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，没多说什么。但我得了专宠，1年后，后宫无所处，太后警告众宫妃不得出，除非后宫有了孩子。大家不想这么早生孩子，压力来到了我这边。毕竟我没法子像他们那般出宫做事，需终日在宫里。我只是想不到，最后我生孩子，是因为我培养的宫妃们去施展他们的抱负了。江宁穿着司器局的官服来拜见我，我朝第1位女官，司器局的司主。大家一开始并不同意，但谁也没有江宁会做的武器多，威力大。换言之，谁也没有他的贡献多。江宁比我想的有能力的多，也不怪我刚刚当上皇后就力排众议，让他去了司器局。不过1年，江宁踩着司器局那些老顽固，成了当之无愧的司主，谁也不敢多说什么。我看着江宁，你要进宫邀？江宁惊讶地看着我，连忙摇头，娘娘，如今的我很好，有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也不用整日去钻研那些情情爱爱的。我叹了口气，若是你进宫来，本宫能更好地庇佑你，你也不用这般自怨自艾。江宁笑了笑，娘娘，我没有自怨自艾，进了宫，哪怕皇上如今看似有10几位妃嫔，也只有你一人的宠爱，但他名义上还是有那么多的妻妾，不是妖？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江宁默了默，对着我行了个礼。那绛紫色的官袍穿在他身上，怎一个好看了得！娘娘，我还是想要一个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做不到您这般，我没法子忍受自己的夫君有那么多的女人。若是如此，我还不如全力去施展自己的抱负，哪怕后世不会留名，但我也不枉来此一遭。我一瞬间豁然，你比我做得好。江宁走后，我吩咐更多的暗星阁的人保护好他。就算我如何对外封锁关于江宁的消息，但还是有人寻着味儿来。我必须保护好江宁，这样的人只能为我大林所用。又过了1年，我诞下了一对龙凤胎。齐烨抱着孩子，高兴得不知所谓。朕一定要教导好他们。朕的小公主可不用依附男子过活，她一定能和她母后一般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的。我惊讶于齐烨的改变，但我也释然了。我做了这么多，大林海晏河清，齐烨不是瞎子，他看得到，也想得通其中的关窍，甚至还帮助我在全国各地创办了更多的女子学堂。又过了2年，齐烨第一次和我说：“嫣儿，近来各地常有各种女子上书治国决策，朕心甚慰，有了一些别的想法。”我逗弄着2个孩子，扶着大肚子。什么？朕决定让女子参加科举，让她们以能力居之，和江司主一样入朝为官。
你觉得如何？我长出一口气，我这些年做的这许多，终于我做到了，不枉费我提携的那些官员在皇上的耳边吹的风。只是后宫里的宫妃怕是要跑完了，也不知还能不能再补齐。齐烨搂着我，有你一个就够朕头疼的了，走了就走了吧，还能缩减后宫的用度，更好地帮助朕的子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